大家好，我是小丽生。很多人看完了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都知道想要财富自由，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企业家和投资者。当我一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 Robert 老师对投资这两个字讲得很模糊啊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投资不就是跟巴菲特那个老爷爷一样吗？去投资股票吗？但是这本书却很少提到投资股票技巧。直到后来我每一年都去看这本书，我慢慢的意会到富人和穷人对于投资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穷人对于投资的理解就是用钱去生钱，对吧？你是不是也这样以为呢？不怪你，网上大部分的人确实是这么教的。可当你以为巴菲特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本质上是在做企业，是在做局啊。而当你跟着巴菲特去买股票的时候呢，你以为自己在钱生钱，以为自己是在投资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只是等着被巴菲特这些巨鳄割了韭菜而已。所以大家看我其他影片，股票赚钱呢，我从来都是投机而不投资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富人层面上的投资呢？首先你必须先重新搞清楚所有的定义。我讲的这富人不取决于你身家有多少，而是取决于你的思维。我以前一无所有的时候呢，也定义自己为富人。而这投资指的是我们的资本，可以说我们人生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实际上呢都是投资啊。我们可以投钱、投时间、投资源、投精力和感情，对吧？包括我自己之前讲的去结交富人的朋友也是一种投资啊。所以我理解的投资其实跟孙子兵法一样，玩的是未战先胜的概念。如果套用在赚钱，就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啊。你比如说我买房然后租出去，租金是不是稳赚的？你去买股票收股息是不是稳赚的？不对啊，房价和股价都会跌啊。如果你去看这些东西本质上的波动呢，那么这个就是投机了。但如果你去算，如果我买了这家房子租出去以后呢，每年能为我带来 10% 的回报，10年以后我回本之后，每年赚到的钱都可以放进自己的口袋，我还可以把这个房子给卖了，或者把这个房子拿去做抵押，掏出来的钱呢多买一家房子，再进行同样的操作。那这样在买房子之前呢，你已经有了稳赚的计划，这种就叫投资啊。实际的操作我也毫无保留的在另一个影片详细的介绍。但是我认为这些投资呢都是需要钱这资本的，就是你必须要先富起来才有机会参与啊。那些叫你没钱的时候就开始投资，这种说法是很荒唐的。你没钱玩的叫投机啊，而不是投资。真正的投资项目都是有门槛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做投资来赚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巴菲特一样成为上流。这道理我最近1年才懂啊。如果能回到创业的初期，我感觉我能够更快的站在现在的高度。那么由于是农历新年的关系，除了先祝大家心想事成、财源滚滚，你预期这部影片的含金量也会非常的高啊。因为我会直接公开富人层面上投资真正的本质啊。如果你听懂，毫不夸张的讲，你的财富的提升只是一部分，而如果你用富人投资的思维去做任何的决定，我保证你这一年绝对腾飞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，因为你绝对需要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。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企业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好了，首先你如何定义自己呢？我认为投资人做人一样，都要去思考一个哲学上的问题，就是我是谁。因为同样看待投资这两个字，当我是谁这主体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当你的心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你玩的整个游戏啊，你参与的这局啊就会发生变化，甚至你会成为设局的人。我简单的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跟我说他要开一家餐厅，做游客生意，然后他预期自己呢要花3万美金，然后说了很多的细节，问我这样好不好。大家认真的听啊，很多人就是死在这里的。实际上呢，大家去思考一下，他想做2件事，一是创业，2是投资啊。创业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但问题是他把钱投在自己身上，这属于超高风险的投资啊。先不说他有没有创业经验呢，也不说他这个项目好不好，我只想问，对他来说，投资这件事他重不重要啊？你想不出答案，你这样去思考啊。他去开一家店，他满脑子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如何找到人流多的店面，如何把装修搞得好看，
以及如何把生意做好啊，这才是他关心的问题。所以本质上他是一个创业家，但他却无形中强迫了自己成为了投资家，用自己的钱投在自己的身上，所以他又要去顾创业，又要去顾投资，本质上也是 OK 的。但他把他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就是你的所有的资本，全都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你没钱怎么办？自己钱包掏出来啊，没人顾店怎么办？自己去顾啊，那么风险就非常大了。所以大家也意识到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创业这么难呢？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自己身上了。其实他们这是在赌博啊，自己混得好，自己就发。但这赌博的风险更大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 all in 了，而且他们关注的不是投资，更多的是创业。所以一般我们在一些商会或者说老板圈里面呢，刚认识一个人，如果他说他要搞一个项目，然后说自己去做，自己去投资的话呢，一般我都不看好的，我也会找个机会离开这个人，因为没有必要深交啊，他连自己的本质都搞不清楚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悟到这个本质。我再说夸张一点啊，如果你有10个亿，你会想自己做一个生意吗？你会在意怎么把餐厅的生意做好吗？你不会在意的。这格局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。我大概在拥有100万美金的时候呢，我开始想的是如何能把这100万花出去，然后每年赚它10万回来。就是我已经单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了，怎么创业赚钱已经不是我要考虑的事了，把手里面的钱花出去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。如果你手上有10个亿了，你想的是如何做到年回报率有10%以上，一年我赚1个亿好了。所以马太效应讲的穷者越穷，富者越富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手上有现金的人呢，他们已经跳开了赚钱这个框架，怎么创业关我什么事啊？这是你没钱的人应该要研究的事。我给你钱，你帮我创业就好了，对吧？所以半年前有个朋友找我合伙做生意，我说好啊，但我说我只投钱，有时候可以给点意见，但他却说希望我也参与管理，不想我投了钱就不负责任。我笑了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有些话我真的说不出来，我给你投钱，所以我研究的只是花钱和花钱之后的回报。我帮你解决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，至于你的公司要如何去赚钱，这责任关我什么事啊？这都要我来想，我要你来干嘛啊？所以说一个人的水平从他的语言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了。这些人理解合作或者是合伙，就是想着别人又掏钱又帮你把企业干好。我不想要骂他，但这种索取的心态就是彻头彻尾的穷人啊。记着，凡是你到越高端的圈子，你永远要思考的是自己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。这个问题想不清楚，你最好不要说话。所以人生主要在2件事上，赚钱和花钱，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特别对于新手，你去创业也只钻研如何赚钱，而如果你去投资，也就只钻研如何花钱。所以我在创业商学院都说了，我做生意的原则，第一，不用自己的钱去创业。如果我做这个项目需要钱的话，我会去融资，找别人去借。我的责任就是帮你把这笔钱滚大。至于你的责任，就是要确保我的资金链不能断。而第二，我只做零成本的生意。如果你不想靠别人，但你又想要解决资金链的问题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不需要资金的项目，比如说中介啊，你像房产中介，买家和卖家各收佣金，好不好赚？比如说我以前搞贸易批发生意的，别人在我这里下了单，我才到厂家那边下单啊，到物流公司那边下单啊，那我也是没有成本的。但这些已经过时，或者说竞争太饱和了。所以现在你去思考零成本赚钱这个问题呢，必须要经过互联网，而自媒体就是最大的风口和趋势。你想，如果你有1个亿的粉丝，然后广告商在你这边打广告，按每个粉丝1美金算，他就要付你1个亿的美金啊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网红一个人就等于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啊！而且这是轻资产，从原理上你一个人就搞定了。当然这里面如何赚钱就是一个课题，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，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一个培训给大家。好消息是这个培训完全是免费的，而坏消息是这有人数的限制，你报名不来就不能参加了。那么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点击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免费的报名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让大家定位自己，去思考我是谁。如果你是一个自雇人士，
在你看来做生意要投钱这件事呢是天经地义的，所以你就不会去思考关于投资方面的问题。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，就是有钱才能去创业，所以他这一辈子可能只投资一次，存了好多年的3万美金就压在自己的一次创业上了，然后创业失败了，就是赌失败了，从此就一蹶不振了。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啊？我自己观察啊，90%以上的所谓创业家都是这么死的。而如果我手上有10个亿，我只追求年回报率10%，那么我就是资本家。当你花了3万，我花了10个亿，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呢，我们是不是都是同一个行为啊？都是投资啊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在我的眼里，这都不是事，是微不足道的，对吧？有可能投资这个行为呢，我是一天一次的，当花钱将店面租下来装修到开始正常营业，对于你来讲可能一生就一次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投资这件事是有门槛的。你去炒股的所谓钱生钱，这叫做投机。所以《富爸爸穷爸爸》里面记录了 Robert 老师，他刚当兵退役回来呢，他想要参与富爸爸的投资计划，但富爸爸却告诉他，你还没有达到门槛。大家懂什么意思吧？这我用很长时间才理解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扫地僧，我有10个亿，我当然只需要去想怎么花钱啊。但问题是我没有10个亿啊。那么跟所有一段时间的兄弟姐妹应该有这种悟性，就是我上面说，如果我手上有10个亿，那我就会怎么样。但我没有说这10个亿是我的啊。那关键是这10个亿哪来呢？借啊。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出呢？你知道什么是企业家吗？富爸爸告诉我们，如果能够搭建起一个自动化运营的赚钱系统，让别人来为我们赚钱，就是企业家。这定义很棒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企业家的定义要更细一点，就是要拥有调配资源的能力。我想问，比尔盖茨的身价1000多亿美金，那么今天呢，他说他要投资1个亿的项目，你猜他会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呢？你为什么要买微软公司的股票呢？其实你就是把钱给比尔盖茨去投资罢了，甚至他会抵押他的公司的股票给银行，问银行借钱，他都不会用自己的钱去投资啊，因为他自己的钱是他个人的资产，这些钱是在他的口袋的，他怎么会拿出来呢？他是用公司的名义去融资，然后再把这些钱去滚大，这有没有风险啊？项目失败了怎么办啊？把公司关了就好啊。但他个人口袋里那1000多亿还是在他口袋里面啊。所以对于他来讲呢，他要投1个亿，表面上看是他要投资，但实际上呢，是这些散户给他钱去投资。说白了，企业家必须具备一个能力，就是找融资的能力。大家听懂了吗？一家公司做大了以后，就没有人跟你玩什么创业了，都是借着项目的名义，透过融资来赚钱的。那怎么样才能投资成功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如何投资不亏，就是用别人的钱去投，只要你的项目能赚钱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利润。这道理如果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明白了，我现在的身价至少再提升10倍啊。所以你去看那些年轻的暴发户，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会去想一些好的点子，然后找那些风投或者是天使投资人来投，只要有人接受你的方案，那么你瞬间就会拿到一笔资金，就像比尔盖茨融到资一样。那么这样做很困难吗？你要知道这些搞风投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刚才说了，我有10个亿，钱多就想要找地方花钱嘛。而申请他们投资的门槛高吗？都说是风投了，他们投资的目的是想要找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，他们可能一天会投10个项目，一年会投3600个项目。那这些项目是不是每一个都能跑出来呢？这些投钱的人呢，他们很清楚，不是的。但只要里面我能投中一家像马云的阿里巴巴一样的公司呢，然后我绝对控股呢，那我就发了，对吧？先不说风投了，说一些政府的创业基金吧。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写创业计划的，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吗？他们是学校教授，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。为什么？我想问政府里面的人懂不懂创业？像苹果这些公司是国家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啊？对吧？如果公务员懂得创业，他就不用拿固定的薪资了，他自己去当乔布斯就 OK 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话我不能说得太白啊，
我怕得罪人，就是说我发现读书越厉害的人呢，越懂得写论文的人呢，他们申请很多的创业基金都很吃香的，因为他们的文笔很好，也知道评分的标准是什么。那么当他们拿到创业基金之后，公司亏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绝大部分都是亏的，原因你自己去思考啊。但亏了就是亏了，没有怎么办？所以大家搞清楚，这巴菲特是谁，孙正义是谁，马云是谁。表面上巴菲特是股神，对吧？但大家知道巴菲特他有自己的公司吗？有啊。那他既然是一个投资家，怎么会有公司呢？而且他公司的股东还不少啊。所以很多人说自己跟巴菲特学投资，我笑了。我是跟巴菲特学做企业家的，他这些企业和基金呢，有一大堆的人想要投资他，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些钱拿去投资别人。结果我们以为股神巴菲特是搞投资的，错了。股神这称号更像是一个营销手段，让大家都像坐上股神这辆车，然后投钱给他投资。他更像经营一家企业，只是他这企业的业务是投资。大家能听懂吗？他是直接站在了经营企业最高的一个层级啊，就是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做企业啊。所以早些年我如果懂得用别人的钱去投资的话，比如说我融了2个亿的美金，然后用这些钱投了我现在最喜欢的一块地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房子拿去卖，我重复做这件事2-3年的时间，我的身价肯定是现在的10倍。我也不隐瞒，我新的一年给自己的定位也是走这个路线，除了陪大家聊聊天，在创业商学院讲讲课之外，最想干的就是这件事了。但可惜没有如果啊，就是我当初也不想花别人的钱，我认为借钱是很可耻的，我甚至认为到外面花女生的钱都是很可耻的。实际上呢，所有伟大的企业家都在融资花别人的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手段经过包装以后我们看不见罢了。但其实我还是很感恩我的境遇塑造了现在的我，因为我从底层透过自己白手起家创业，慢慢的爬了上来，我现在才明白富爸爸所说的，你要成为一个投资家之前，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企业家。因为当你懂得一家企业的核心是什么的时候呢，你才知道你可以投什么，那些公司的毛病是什么，盈利点是什么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因为你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所以我整个反思的心路历程呢，还是觉得一无所有的人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员工或者是自雇人士，你想要创业或是转型，而你没有融资的能力的话呢，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说零成本的创业项目，而且这个项目你可以副业去做。要符合以上的条件呢，我认为走互联网创业这条路是绝对不会错的，而门槛是最低的。就是和我一样成为一个 YouTuber， 基本上你有一部手机，你就可以上传影片到 YouTube 赚取被动收入了。当然实际的操作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上传完之后要怎么才能受欢迎呢？怎么才能把流量变钱呢？这些商业机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一定要走进我永久更新的创业商学院。里面我除了会把我对创业、营销管理等等的道语书分享给大家之外，我还会告诉你做什么项目，怎么去实践。这些都是我本人亲自实践过得出来的数据，然后我把它总结一个系统，因为我相信创业是一门科学，是可以复制的。我会协助大家思考如何把我这个系统套用在自己的身上。而现在加入，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，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汇集，里面我本人不定期的会更新与财富自由相关的课程。而大家空闲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去听我们团队为大家总结了100本书的精华。最重要的，人脉就是钱脉。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组，里面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。大家除了可以互相分享资源的资讯以外呢，最重要的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想获得中肯的意见，群里面的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帮到你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报名，我们会随着更新而取消前期的优惠啊。所以投资这件事呢是有门槛的。那么如果你的思维一直停留在用我自己的钱去投资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等我有钱了我就开始投资。那你去看看美国最出名的3个投资者，巴菲特、罗杰斯还有索罗斯，你觉得他们投资很聪明，但是他们投资花的是自己的钱吗？实际上都不是的。所以投资这件事呢，跟你们自己有没有钱有没有关系呢？是没有关系的。投资它是一种职业，你以为巴菲特是因为做了世界首富才开始搞投资的吗？我笑了，这人小时候就开始投资了，他又告诉别人自己是做投资的，然后别人就说你这人能不能赚钱啊？然后巴菲特就把他投资的战绩拿出来给别人一看，赚钱了。
别人一看就会问他，可以帮我投资吗？所以你看这叫什么？这叫 marketing 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营销啊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投资和融资这事情，它就跟一个硬币一样，一体两面的，它不分家的。所以大家记住，我认识圈子高端一点的老板呢，都是两面的，不是纯粹的企业家，也不是纯粹的资本家，他们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，只是你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格局，你更侧重和偏向哪一块而已。一般来说呢，初期的阶段更偏向这企业家，而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呢，就会偏向资本家。简单来说，一般我们做企业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，然后怎么销售出去，对吧？而如果你对外说是做投资家，实际上做企业的话呢，这时候你就会从产品买卖变成了公司买卖，这本质上也是生产和销售啊，只是我们生产公司，然后销售公司。换个说法，投资就是生产公司，而融资呢，就是销售公司，去卖公司啊。那么为什么我的频道初心是希望培养企业家和资本家呢？因为我相信，在我30万订阅里面，肯定有人可以比我当初更厉害。一来就跟巴菲特一样是搞资本的，但大多数人都可能做不到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大家已经有了资本家的基因了。现在我已经在大家的心里面埋下了资本家这种子了。只是你一开始可能跟我一样，先成为了企业家，先去做项目，先去透过互联网白手起家的创业，先赚到了第一桶金。最起码你是一个不用为钱而烦恼的人，但你必须要记着，真正的投资是有门槛的。你现在以为的钱生钱游戏，很大可能是在投机啊。而要达到投资这个门槛，从来都不是自己先有钱再去投资，而是想办法用别人的钱去投资啊。因为市场上有一堆人很有钱，他们想的是如何花钱，让金钱去为他们打工。所以企业家和投资家通常都是一拍即合的。我们有聪明才智，我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个业务，然后他们有钱，可以帮我们的项目解决资金链的问题。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，是正和的游戏。大家千万不要跟当初的我一样，觉得借钱很羞耻了。最后，我们必须要向比尔盖茨这兄弟学习。当你财富自由了，你不需要为钱烦恼了。当你消费不需要看价格，投资不需要担心资金链的时候呢，你更需要学习花钱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做慈善。我希望大家人生的前期可以为钱而烦恼，中期可以为投资而烦恼，而后半辈子就要为慈善而烦恼啊！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